送陈章甫是唐代诗人李颀的一首送别诗。这首诗特别有意思，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普通的送别诗，还写出了陈章甫这个人的个性和风采。读这首诗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陈章甫这个人就像一个活生生的朋友，就在你眼前。让我们先来朗读一下这首诗，感受一下李颀笔下的那份深情。4月南风大麦黄，枣花未落桐叶长。青山朝别暮还见，司马出门思故乡。陈侯立身何坦荡，虬须虎眉仍大嗓。腹中著书10000卷，不肯低头在草莽。东门沽酒饮我曹，心清万事如鸿毛。醉卧不知白日暮，有时空望孤云高。长河浪头连天黑，京口停舟渡不得。郑国游人未及家，洛阳行子空叹息。闻道故邻乡事多，罢官昨日今如何。读完这首诗，我们仿佛看到了陈章甫这个人，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。李颀把他写得特别生动。诗的开头，4月南风大麦黄，枣花未落桐叶长，这几句写出了送别的季节和景色，给人一种温暖而又略带忧伤的感觉。4月的南风，大麦已经黄了，枣花还没落，桐叶已经长得很茂盛了。这种细腻的描写让人一下子就感受到了那种送别的氛围。接着，青山朝别暮还见，司马出门思故乡。这句诗写出了陈章甫离别时的心情。他骑着马出门，回头看看青山，心里想着故乡。这种对故乡的思念让人特别能感同身受。然后李颀开始描写陈章甫的外貌和性格。陈侯立身何坦荡，虬须虎眉仍大嗓。腹中著书10000卷，不肯低头在草莽。这几句写得特别有意思。陈章甫这个人性格坦荡，长得也很有特点，虬须虎眉，额头很大。他肚子里装了10000卷书，是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但又不愿意屈服于世俗。这种性格让人觉得他特别有骨气。接着，东门沽酒饮我曹，心清万事如鸿毛。醉卧不知白日暮，有时空望孤云高。这几句写出了陈章甫的生活态度。他喜欢喝酒，和朋友们一起畅饮，心里觉得万事都很轻松，就像鸿毛一样，喝醉了就躺在那里，不知道天已经黑了。有时候抬头看看孤云，那种洒脱的感觉让人特别羡慕。诗的后半部分，长河浪头连天黑，京口停舟渡不得。郑国游人未及家，洛阳行子空叹息。这几句写出了送别的场景。长河的浪头连着天，看起来黑沉沉的，船停在渡口，没办法过河。陈章甫还没回到家，李颀这个洛阳来的客人只能空自叹息。这种无奈的感觉让人特别能理解那种送别的惆怅。最后，闻道故邻乡事多，罢官昨日今如何。这句诗写出了李颀对陈章甫的关心。听说陈章甫的老家有很多朋友，他昨天刚辞了官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这种关心让人觉得他们之间的友情特别深厚。这首诗虽然很长，但读起来特别有意思。李颀用很生动的语言写出了陈章甫的个性和风采，也写出了他们之间的友情。这种送别诗不仅仅有离别的惆怅，还有对朋友的赞美和关心。读完这首诗，你会觉得陈章甫这个人就像一个老朋友，虽然没见过面，但已经很熟悉了。总之，送陈章甫是一首特别值得我们反复品味的诗。它不仅有动人的故事，还有深刻的情感，更有李颀那种独特的艺术魅力。读这首诗就像是在和李颀对话，感受他笔下的那个世界。希望我们都能通过这首诗感受到那份深厚的友情和对朋友的赞美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